从仲丁到何旦甲也就30多年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殷商王朝就已经经历了权力争夺、大兴土木、连年战争等一系列打击，王朝的实力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不断被消耗。而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殷商王朝将在下继任商王的继位后继续折腾来折腾去。何旦甲去世以后，继承王位的人是祖乙。史记里说祖乙是何旦甲的儿子，但是根据甲骨文整理出来的殷商周记序列表，祖乙是仲丁的儿子，是何旦甲的大侄子。这样的话倒是符合我们上几期视频里叙述的王位继承规则。祖乙继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迁都，而这个迁都在史书中有3个不同的名字，分别是耿、行、毕。有观点认为3个名字都是指同一个城市，只是因为在后续不同的史书记载当中产生的误解，我们暂且用毕这个名字来代指祖乙的新都城。毕都的地点在太行山东路襄都以北，如今的河北邢台一带，一般被认为是对应着考古发现的邢台地区曹眼庄类型中商文化遗迹，由早商河内地区琉璃阁类型商文化发展而来。虽然目前并未发现大型宫殿墓葬、城墙的遗迹，但曹眼庄类型文化堆积从范围上来讲确实有王都之风，是这一时期商文化的中心区。部分观点认为，毕都所在的邢台地区就是后世晚商王姬3部分里的陂。关于祖乙迁都的原因，部分史书里记载说是因为相都被毁，至于相都是被洪水冲毁的，还是在王朝内斗的兵乱中被毁的，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证据来说明。况且这个记载最早版本的来源可信度也有限，需要谨慎看待。并且还有观点认为，祖乙迁都是为了更方便地对抗北方的敌对族群。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在这里做出一个大胆的猜想：早在仲丁在位时期，祖乙作为仲丁之子，被封在了黄河以北的河内地区，负责保卫以敖都为中心的殷商旧王姬地区北方的安全。仲丁去世之后，按照传统继承法，王位要先传给仲丁的2个弟弟外人与何旦甲。祖乙以多后的身份坐镇旧王姬地区的北部，等着继位的那一天。在此期间，王朝发生大规模动乱，殷商王朝在何旦甲的带领下撤离旧王姬地区，迁都到相，而祖乙的势力也从河内地区的封地全面撤离，前往邢台地区，继续担任新王姬地区北方的防务工作。何旦甲去世后，祖乙进入相都，继承殷商王位，但此时的相都里暗流涌动，反对势力众多，限制了祖乙的王权，阻碍了祖乙的政策实施。于是祖乙封赏了在平定动乱的过程当中立下功劳的彭伯和韦伯之后，然后就匆忙地离开相都，带领王朝中央人员前往他原来担任多后时的封地即毕都。在这里周围都是自己人，政策实施起来自然更加方便和顺畅。根据史书记载，祖乙任用了巫咸，后世都认为巫咸是祖乙时期的重臣。正是因为任用了他，殷商王朝才能重新发展起来。殷商时期的人们崇尚鬼神，祭祀活动频繁，祭祀的对象包括江河山川、草木神灵以及风雨雷电。除了这些自然神以外，还有历代的先祖以及上帝。这里的上帝是一种超自然力量，作为万物的主宰，并不直接接受祭祀。时任商王会使用各种祭品来祭祀历代先王，而先王在上帝的地庭接受人间的祭祀，传达人间对上帝的请求，并选择是否满足这些请求。在殷商时期的人们的认识当中，先王作为时任商王的祖先，不仅会为后代降福，使得人间风调雨顺，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为后代降灾，阻挠降雨，影响人间的生产生活。上帝和鬼神全能，但不是全善，所以殷商时期的人们对鬼神毕恭毕敬，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谄媚手段，以求哄诱、安抚顽固暴躁、变化莫测的神灵。从殷商晚期的甲骨文来看，当时的人们祭祀先王祖先总共分为5种目的：一是向先王祈求降雨和丰收；二是询问先王是否会降下各种农业灾害；三是向先王报告外敌入侵情况和农业收成情况；四是询问先王是否会降灾于现任商王个人；五是向先王祈求保佑。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
鬼神当中的鬼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鬼。对于殷商时期的鬼到底是什么，人们的意见还不是很统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殷商时期的鬼是正面形象。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鬼就是殷商时期的巫师群体。在祭祀仪式上，这些人戴上面具，扮成祖先的样子，跳起舞蹈，代表祖先接受祭祀。巫贤从名字上来分析的话，应该就是主管这一部分事务的大臣。而巫术祭祀文化，一方面衍生出了后世的规范体系，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祭祀阶层。这个祭祀阶层后来又分化出了祝、宗、卜、史等一系列的官制体系。巫术祭祀过程当中使用的舞蹈和音乐也逐步规范发展，在艺术方面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巫术祭祀文化在后世发展成为了礼乐制度。从这个方面来讲，足以任用巫贤，可能是为了通过规范的巫术祭祀仪式来稳定王朝内部的秩序，体现出王权的神圣性，确保王朝的影响力，为足以实施各种政策提供便利。于是在足以的精心治理下，殷商王朝最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巫贤在这一过程当中功不可没，通过对邢台地区商代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能够确定这一地区的农田主要是旱作农田，主要农作物跟郑州附近地区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分为粟、黍、小麦、水稻、大豆5种。粟的数量占据的多数，出土概率也最高；黍的数量很少，但出土概率也很高。大豆、小麦和水稻的出土数量都不多，尤其是水稻种子，在总共4887粒出土的碳化农作物种子里，只有1颗。邢台地区赵村遗址出土的商代植物遗存普选对象比较少，只有5份，因此并不一定能够完全代表这一地区商代农业的总体情况。而位于商文化东部地区的济南大辛庄遗址，普选对象数量相对更多，有165份，其中130份里发现了植物种子和果实遗存。甲骨卜辞中比较可信的农作物有8种，分别为粟、黍、小麦、大麦、水稻、大豆、高粱和麻。大辛庄出土的可以确认的农作物包括其中的6种，分别为粟、黍、小麦、水稻、大豆和大麻。其中粟的数量占总体出土农作物种植的数量的 95.7%， 而出土概率达到 69.3%。黍占总体出土农作物种植数量的 1.2%， 出土概率 18.1%。水稻占总体出土农作物种植数量的 0.8%， 出土概率 11.5%。小麦占总体出土农作物种子数量的 0.4%， 出土概率 3.6%。大豆占总体出土农作物种子数量的 0.1%， 出土概率 1.8%。大麻占总体出土农作物种子数量的 1.8%， 出土概率 0.6%。和其他地区的数据相结合，可以推测出粟是当时北方各个地区人们的主粮，而小麦和水稻的种植在当时的北方地区并不算特别普遍，数量也很少，由此推断可能是用作祭祀仪式上的祭品，或者是用于酿酒。大豆、大麻以及紫苏都是油料作物，而其中的大麻油摄入量过多会导致人体中毒，因此大麻油很可能是被当作药来使用，有祛风和活血通经的作用。也不排除当时的人们在祭祀仪式上焚烧大麻，利用其致幻性质，方便参与仪式的人员更好地与祖先交流。当然，人们也有可能使用麻类纺织材料制作衣服。后世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时代，齐国地区的纺织产业冠绝天下，因此在商代的济南大辛庄遗址中出土较多，集中种植的麻类农作物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是济南大辛庄目前并没有找到商代的布料出土实物，无法通过实物化学分析来支持这种推测，仅仅在部分青铜器上发现了布料的纹路。大辛庄还出土了已经碳化的橡果、桃子、葡萄等水果种子。桃子是一种中国原产水果，有出土也算正常，能说明商代的人们就已经开始种植桃树了。而葡萄的出现会比较特别一点，这些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商代葡萄与现代栽培葡萄品种有较大的区别，与滕州庄里溪遗址出土的葡萄种子在形状和尺寸上都十分接近，
但是比浙江良渚遗址出土的葡萄种子要小。贾湖遗址和两处龙山时代的城镇遗址当中都发现有使用葡萄酿酒的情况，因此大辛庄的商代人大概也是使用葡萄来酿酒。另外，大辛庄还出土了疑似大麻和请麻的种子，但是因为和现代大麻和请麻的种子有区别，所以并不能完全确定。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祖乙在位大概19年之后去世。祖乙在位期间，殷商王朝复兴，有的记载认为祖乙死后被称为中宗，而有的记载认为太戊死后被称为中宗。殷商的中宗到底是谁，成了一个悬案。不过祖乙的地位似乎比太戊要高一些。春秋时期的晏婴在齐景公面前将祖乙与成汤、太甲、武丁并列，认为宋国作为这些古代贤君的后人，不应该去讨伐，所以祖乙的地位不可谓不高。祖乙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旦继位，日名祖辛。辛象征草木干枯，有苦涩辛辣的味道，象征事物已经衰败，没有了希望。史书中并没有记载祖辛的时代发生过什么事，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被安上了这样一个日名。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说明他的统治最后是被人暴力推翻的。祖辛在位14年或16年之后去世，继位的是祖辛的弟弟禹，日名沃甲或者叫开甲，在甲骨卜辞中被记载为羌甲。甲象征种子出发，将要破壳而出，象征事物刚刚开始发展，而前景却不明朗。沃甲在位的时代一样没有留下记载，在位的时间有5年、25年、20年3种说法。沃甲去世之后，祖辛的儿子继位，名字叫辛，日名祖丁。丁象征夏天草木皆紫，象征事物已经发展到成熟。祖丁的时代也没有留下记载，在位的时间有9年和32年2种说法。祖丁去世之后，继位的是沃甲的儿子，名字叫庚，日名南庚。庚象征秋天草木果实饱满，象征事物的发展有了可喜的成果。祖乙去世之后，这几位商王的继位顺序极其诡异，甚至出现了南庚这种前任商王死后由堂兄弟继位的现象。因为缺乏文字记载，所以我们并不清楚这段时期的殷商王位是和平交接的还是暴力争夺的。不过根据史记记载，殷商王朝从仲丁开始，连续9任商王的王位都是在争来抢去之间艰难传承下来的，而南庚就是在其中的第8位，所以可能是出于和祖乙一样的目的，南庚继位之后再次迁都，而这次迁都的目的地是位于如今曲阜地区的兖。王朝的军政中心转移到兖都，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频繁的王权争夺导致帝都里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影响商王做出决策；另一方面或许也能够表明殷商政权的贵族们在争夺王权之余，还能抽出空来继续征讨打击东夷群体，夺取了泰山以南地区的控制权。但殷商政权对东夷族群的政策似乎因地区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在豫东鲁西南地区，商文化完全取代了东夷越氏文化，商人可能是驱逐了这里的东夷族群，也可能是迫使这一地区的东夷族群彻底接受商文化，可以称之为商化。而在泰山以南地区的东夷群体的商化程度也很深，这里的东夷群体已经丧失了纯粹的东夷特色文化，开始形成一种以商文化为主，以残存不多的东夷文化因素为辅的文化风格。而以兖都为中心的这一片土地，也就逐渐成为了商文化在东方的中心。在泰山以北到渤海岸边，这里的东夷族群的商化程度有限，尽管商人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一些商文化的据点，但是当地仍然有一部分以东夷文化为主的群体。有观点认为，泰山以南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殷商族群也会种地，因此没有必要对当地的原有族群毕恭毕敬。而泰山以北地区有着非常有特色的渔盐产业，殷商族群原本并不掌握主盐技术，也并不掌握海洋捕鱼技术，想要获得这一地区的资源，就要和当地原有族群合作，顺带着也就尊重了当地族群的文化传统。而这些当地族群就是史书记载当中的姜姓族群，也就是后来齐国、莱国、晋国的国族。在渭水以及渭水以东地区，还有沂河流域地区，这里的东夷群体并未受到商文化太多的影响，
仍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方特色文化。南庚在位时间有6年和29年2种说法。南庚去世之后，王位又回传给了南庚堂兄弟祖丁的儿子，名字叫和，日名杨甲。甲象征种子出发将要破壳而出，象征事物刚刚开始发展，而前景却不明了。这次诡异的王位回传到底是怎么回事，很难说得清楚，而具体的传位过程大概依旧不太和平。史记说杨甲在位期间，殷商王朝再度衰落，但作为9世之乱时期最后一任商王，这次的王朝衰落到底是他一个人造成的，还是和前几任商王共同努力创造的成果，恐怕也说不清楚。毕竟杨甲的一生也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在位时间也有4年、7年、17年3种说法。而杨甲去世之后，他的亲弟弟继位，名字叫荀，日名盘庚。庚象征秋天草木果实饱满，象征事物的发展有了可喜的成果。9世之乱时期将从盘庚时代结束，一个新的鼎盛时期即将开始。